小时候很常跟家人或者婆婆去参加婚礼吧，对于她的布料、她的剪裁、她的设计就很感兴趣，都是那种公主型啊，要有那种 big ball gown， 然后要那种很华丽的那种 wedding hall。跟着年龄的增长，真的是有改变。反而现在喜欢比较简约的，能够带出我的个性，然后不要太浓重。再加上可能我的性格比较中性的女孩子，所以不能够太多 flowery 还是有 ruffles 的东西，比较酷一点。一直回想起为什么我会在这方面很感兴趣，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是因为它的影响。婆婆会做那种碎布拼成一个 blanket， 然后我就会在旁边把它剪啊，就拿那些碎布自己手缝，就做些有的没的。我蛮崇拜的一个设计师就是 John Galliano， 然后我也就开始去 research 他的背景，然后也知道他在 UAL 读书。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我大了我也要去那里读。中学的时候我有透露一点，他们也是很反对，觉得找不到刺啊，在马来西亚没有发展。Right after Raffles， 我有做工差不多要1年，然后我就飞英国。本地的 education is more like spoon feed， whatever I give you just do。在英国是没有，我给你一个 brief，do yourself。第1年会很辛苦，第2年还是很辛苦，但是就觉得 it makes sense， 它会 build 你的 creativity， 跟你要讲变成比较 more innovative， 所以那3年的折磨，我觉得还蛮值得。我是读 ready to wear 的，专读女装。在读书期间，可能有空的时间都是自己去研究比较那种 couture designer 的 collections， 跟他们怎么样制作。以前没有接触到的时候，也觉得很 glamorous， 哇哦，好漂亮啊 ！I wish someday I'm like that. Yeah, it's good to have a dream. 但的确，当你走进这 industry， 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你工作量比人多，被批评的几率也比人多。能不能被接受也是一回事，所以第一你一定要喜欢，你不喜欢为了找工作你会很痛苦，因为很多手缝啊，手工很多，布料也很讲究，耐心一定要有，每一方面都很难。You have to have the eye for it， 不然的话是有一点困难。粉红色比如，但是有几千种、几万种粉红，你一定要看清楚到底哪个比较适合，不然的话你整体起来可能会太多，或者会觉得怎么看不到 details 这样子。很多东西机器是缝不了的，就比如 lace， 或者你要缝 beading， 这种一定是要手缝，或者是有些布料可能是丝绸这样子的东西，一定要先手过线，盯着那个布，然后你才可以去 machine 去把它接起来。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时间会很难熬一件婚纱包括讨论量身跟 fitting 3个月最少，但是如果你要说真正完成1个月都 OK。 首先要先看你的客人喜欢什么，然后你要去了解他身形比较适合什么 cutting， 然后我们再会 propose 我们的 idea， 再加上他喜欢的元素，做一个 prototype， 就是一个 sample， 然后他们就会看得出整个过程跟到最后的产品会是怎么样。有些喜欢柔的，但是你柔到来还是要有那个 structure 在，你就要 make sure 你可能里面有几层布料是可以 support 它，然后你的 stitching 一定要是很完美，不可以有瑕疵。定制我们的价钱一般都是6000到8000，但是如果要比较好的，就可以上10000到4、5千这样子，很难说。
每一件婚纱都有它自己的意义，是对每一个人他们的要求，他们一路以来的梦想要去完成。It's like part of your life 我会很高兴 if I can fulfill their dreams 那一种满足感。可能结婚当天是一个仪式，去见证你们两个人的一段婚姻，但是后来的生活婚姻是你们两个要怎样去经营。对我来讲，婚纱是要能带出你的个性，婚姻就是你要怎样去 live your life。